在过去的西藏，大部分女性是没有地位的。著名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电影里拍摄真实的藏区生活为主。他去年有一部电影，名字叫做《气球》，这部电影就展现了藏区女性的生活地位。在一些地方，女性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。Hello， 丽江观赏中以上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多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期视频呢，我想和大家聊聊藏区的女孩子真实的生活情况是如何的。以下仅代表个人的看法，如果有不同意见，欢迎留言和我理性讨论。我是白马卓玛，出生于日喀则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里面，今年刚大学毕业，我今年23岁。在西藏，藏族女性的地位如何呢？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经济越来越好的情况下，女性地位也会在逐步的增高。而在过去的西藏，大部分女性是没有地位的。在中国古代，女性的地位普遍不高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，技术落后和农业生产凸显出了男女的差异，从而使得社会更加强调男性的作用。那个时候的女性除了在家种地，是没有什么读书的机会，更没有工作的机会。而从吐蕃王朝开始，法律就规定女性不得参政。著名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电影里拍摄真实的藏区生活为主，对于藏区的故事用镜头展现出来，他不会只捡好的来说，而忽略一些糟粕。在他的电影中，藏区的优点被发扬，藏区的缺点也会认真反思。他去年有一部电影，名字叫做《气球》，这部电影就展现了藏区女性的生活地位。在一些地方，女性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。我相信万玛才旦电影里的现象在藏区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的，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经济增长越来越快，城镇化覆盖率越来越高，在西藏女性地位也会飞速提高。西藏是全国男女比例最平衡的地方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西藏重男轻女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了。就拿妈妈来说，家里还有一位弟弟但是卓玛依然读了大学，增长了知识，有了文凭。听说在一些山区，家里的女孩子早早就要当家，然后赚钱供家里的男孩读书。那么我自己就很幸运了，不仅上了大学，还能独立追求自己的目标。父母呢还是比较支持我的，这个呢就证明了女性的地位。除此之外，我恋爱也是比较自由的。西藏和你们那儿一样，有些也需要相亲的。但是如果相亲对方没看上，就表示没有缘分了。在西藏是没有包办婚姻的现象，所以在西藏，藏族女生的地位普遍是比较高，所以卓玛整体来说还是觉得非常的幸福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感冒。我记得去年冬天从林芝回日喀则，一位从小在林芝长大的朋友在拉萨洗澡导致感冒，到了山南羊湖的时候，因为高原反应吸氧，差点失去了生命。Hello， 丽江观赏中以上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即将迎来一个小长假，工作忙了这么久，是该找个地方旅行一番，好好放松一下了。如果要让卓玛推荐，首选当然是我的家乡美丽的西藏。通过我的视频分享，发现一部分朋友对到西藏最大的误会就是怕高原反应，因为西藏比起广东还有江苏等地，海拔落差高于2000米，一下子从海拔100到3000米的地方，确实会让人觉得很担心。不过卓玛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只要做充足的准备，基本上是没有大问题的。
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说说来西藏绝对不能做的2件事情，具体都是什么呢？首先到西藏来玩，一定要保持一个好心情，不要让自己心里有负担。这个心理负担指的是对于高原反应的担忧，在这里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西藏每座城市的海拔。拉萨是西藏的经济文化中心，海拔为3700米左右。日喀则是西藏的粮仓，海拔为3900米左右。林芝是西藏的小江南，海拔为2800米左右。昌都是四川的邻居，海拔为3200米左右。还有山南的海拔为3500米左右，阿里的海拔为4300米，那曲的海拔为4500米左右。西藏一共有6个地级市，一个地区以上的海拔都是针对市区的数据。西藏每个地级市的海拔都有高有低，比如林芝市区的海拔只有2800米，但是察隅县、墨脱县有些地方只有1000米多，甚至1000米以下。还有我的家乡日喀则市区是海拔为3900米，但是江孜却有4300米。通过我的数据，大家就明白预防高原反应的核心在于身体适应的程度。卓玛的建议其实非常简单的，进藏旅行主要有3种方式。第一就是乘坐火车，不过目前从外地到西藏的火车只能开到拉萨，途中会经过唐古拉山口，那里的海拔超过5000米，但是进藏火车都有内部供氧，如果能适应下来，达到拉萨就基本上不用担心，在拉萨市区好好休息1晚上，基本是可以适应了。第二就是可以乘坐飞机，我建议直接坐到林芝，在海拔最低的小江南适应2天，然后去拉萨、去日喀则、去阿里、那曲，慢慢升高海拔，身体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包括缓解高原反应的药物以及氧气罐，在西藏都是可以买到的。来西藏之前呢，自己多准备一些衣服。最重要的事情，西藏的昼夜温差很大，夏天还好，如果是秋天或者是冬季，夜晚的温度都会很冷，一定要多带衣物。在西藏海拔越高的地方越冷，所以根据自己要去的地方就想好要带什么衣服，夏天也可以预备2个厚衣服，有备无患嘛。然后就是第3种方式，自驾游。自己开车的话，像是高原反应的药物还有供氧罐这种都是基本的设备，都要提前准备好的。秋冬季节，川藏线、青藏线都会道路积雪，所以还要准备汽车的防滑链，防止汽车打滑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一定要准备一些食物和水。有时候因为积雪或者别的原因，在川藏线和青藏线会堵车很久，这个时候有食物和水，也能防止心情过度紧张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感冒。秋冬季节到西藏前几天不要洗澡，其实是正确的。我记得去年冬天从林芝回日喀则，一位从小在林芝长大的朋友在拉萨洗澡导致感冒，到了山南羊湖的时候，因为高原反应吸氧，差点失去了生命。这还是因为他在西藏林芝长大，如果是外地朋友，情况也是比较危急的。所以各位朋友都要记住，千万不能让自己感冒哟。总结一下，就是来西藏千万保持好心情，不要过度的担心高海拔，要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就可以享受一趟美好的行程啦。说完了第1件不能做的事情，现在来说第2件事情，就是到了西藏千万不能称呼藏族朋友为藏民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藏民是一种不尊重的称呼，就是带一点贬义的性质。如果换个角度叫回民、汉民，是不是都觉得不像话？无论是来不来西藏，都不可以叫本地人藏民。卓玛经常在网上看到有的朋友会叫藏民，有些朋友虽然并没有恶意，可能也是因为不了解，所以看了今天的视频，希望大家能知道藏民这个称呼是贬义词，希望可以纠正叫法。最好的方式就是叫藏族朋友或者是西藏的朋友。如果大家相互认识，就直接称呼名字就好。藏汉本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，相互给对方一些尊重，这个社会就会更美好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讲了来西藏绝对不能做的2件事情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好了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